一個人活在世上，最常遇到的困惑就是善良這件事。很多人以為善良就是事事忍讓，處處退讓。他們覺得只要自己對別人好，別人就一定會對自己好。可是真實的生活往往不是這個樣子。你越善良，別人就越覺得你好欺負；你越好說話，別人就越不把你當回事。這世上有很多人並不懂得感恩，他們只會衡量利益，只會計算得失。你對他們100次好，他們不會記住；你一次不順着他們的意思，他們就會翻臉。所以一個人光有善良是不夠的，善良還要有邊界。真正聰明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，在某些事情上你必須收起你的心軟，你必須拿出果斷甚至決絕的態度。這不是讓你去做一個壞人，這是讓你學會保護自己的善良。歡迎來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今天我們來講一個很扎心也很真實的話題。一個人無論你多善良，在這3件事上都必須要心狠。這個話題來自很多人生活中的真實教訓，也來自古人對人情世故的深刻觀察。佛經有云，慈悲喜捨是修心的根本。可是佛也講過，智慧方便是渡人的前提。沒有智慧的慈悲會害了自己，也會害了別人。沒有原則的善良其實是一種軟弱。軟弱的人不會得到尊重，只會被人利用。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仔細說說這3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對待背叛和欺騙你的人。很多人遇到別人欺騙自己或者背叛自己的時候，第一個反應不是憤怒，而是委屈。他們會想，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？他們會給對方找各種理由開脫，他們會期待對方回心轉意。這種想法很善良，但是很危險。因為一個人如果選擇欺騙你或者背叛你，這個行為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：這個人已經不在乎你的感受了。他做決定的時候已經把你放在了對立面。如果你在這個時候還心軟還原諒，對方不會感激你，反而會覺得你很好騙。佛經裡面講，因果不須善惡分明，一個人做了惡事就要承擔後果。如果你替他承擔了這個後果，他就不會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。下一次他還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你，甚至會變本加厲。所以对待背叛和欺騙你的人必須要心狠。這個心狠不是讓你去報復他，而是讓你果斷地離開他，不再給他任何傷害你的機會，不要再相信他的任何解釋，不要再給他第2次背叛你的機会。很多人害怕離開之後會孤單，他們害怕失去這段關係之後生活會變得很難。可是他們忘了一件事，一個欺騙你背叛你的人留在身邊，比一个人生活要可怕得多。欺騙就像一根刺扎在肉裡，你原諒一次，這根刺就往裡面鑽深一點，最後這根刺會傷到你的骨頭，傷到你的心。所以當斷則斷，不要猶豫，這是保護自己的第一道防線。佛經有云，寧可獨行，也不要與惡人同行。一個人走雖然孤單，但是心裡安穩。跟一個不真誠的人在一起，表面熱鬧，心裡卻天天在煎熬。你要學會對自己狠一點，狠下心離開那些不值得的人。第2件事就是在維護自己底線的時候，必須要心狠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，這個底線可能是你的尊嚴、你的原則、你的家庭，或者你的健康。很多人遇到別人觸碰自己底線的時候，總是選擇忍一忍就過去了。他們覺得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可是這句話要分情況來看。在一些不重要的小事上面，退一步確實沒關係，但是在底線問題上，你退一步，對方就會進一步；你退10步，對方就會騎到你的頭上來。這不是猜測，這是人性。人這種動物天生就會試探別人的邊界，你讓1寸，他就敢進1尺；你讓1尺，他就敢進1丈。所以底線問題上面一步都不能退。佛經裡面講，護持戒律如護眼中珠。一個人的底線就是他的戒律，
就是他的護身符。底線一旦破了，人就會變得沒有原則。沒有原則的人，別人不會尊重，只會輕視。所以在維護底線的時候，必須要心狠。這個心狠是對自己也是對別人。對自己狠是要求自己絕對不能妥協，對別人狠是明確告訴對方，這就是我的底線。你碰一下我跟你翻臉。你不需要害怕得罪人，這樣的人留在身邊也沒有任何好處。一個真正尊重你的人不會去碰你的底線。很多人擔心這樣做會顯得自己不夠善良，其實這個擔心是多餘的。善良和沒有底線是兩回事。善良是你願意幫助別人，沒有底線是你允許別人傷害你，這兩者之間有巨大的差別。一個有底線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人，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只會被人當成軟柿子來捏。所以你要學會在底線問題上心狠，不要猶豫，不要糾結。你的原則就是你的命門，守住原則就是守住自己的命，這一點上面不能有任何含糊。第三件事就是在拒絕別人的時候必須要心狠。很多人不會拒絕別人，他們覺得拒絕會讓別人失望，拒絕會讓別人難堪，拒絕會破壞彼此的關係，所以他們寧願委屈自己，也不願意說出那個不字。最後的結果是什麼？他們把自己的時間、精力、金錢都給了別人，自己卻活得越來越累，越來越苦。更可怕的是，別人並不會因為你的付出而感激你，別人只會覺得這是你應該做的，你幫他是理所當然，你不幫他反而是你的錯。這就是不會拒絕的代價。你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別人的習慣，最後你連一句謝謝都得不到。佛經有云，自為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你是不可能真正幫助別人的。一個人學會拒絕，才能學會真正的給予。因為只有你拒絕掉那些不合理的要求，你才有余力去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所以在拒絕別人的时候，必須要心狠，不要覺得不好意思，不要害怕對方不高興。你的時間、你的精力、你的資源都是有限的，你要把這些寶貴的時間留給值得的人和事。對於那些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報的人，你要果斷地說出一個不字。這個不字說出來，對方可能會不高興一陣子，可是如果你不說出來，你會不高興一輩子。很多人以為拒絕會破壞關係，事實恰恰相反，合理的拒絕反而會讓關係更健康。因為你讓別人知道了你的邊界在哪裡，別人就不會輕易來冒犯你。你的拒絕也會過濾掉那些只想利用你的人。真正在乎你的人不會因為你的一次拒絕就離開你，只有那些想占你便宜的人才會因為你的拒絕而生氣。所以不要害怕拒絕，拒絕是在篩選你身邊的人，讓你看清誰是真的朋友，誰是假的交情。這三件事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很難，因為每一件事都在挑戰你的心軟，每一件事都在考驗你的善良。可是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善良是一顆心，不是一把傘。你不能把善良當成一把傘借給別人，然後自己淋着雨。善良應該是你內心的光，這束光要先照亮你自己，再照亮別人。如果你自己都活得很憋屈、很委屈，你的善良就沒有任何力量。佛經裡面有一句話叫做自利利他，意思是先把自己修好，才能更好地利益他人。這不是自私，這是智慧。一個人連自己都保護不好，他拿什麼去保護別人？一個人連自己的底線都守不住，他拿什麼去幫助別人？所以從今天開始，請你記住這三件事。面對背叛和欺騙的人要心狠，面對底線的挑戰要心狠，面對不合理的要求要心狠。善良是你的底色，心狠是你的鋒芒。沒有鋒芒的善良是沒有力量的，只有帶着鋒芒的善良才能真正溫暖這個世界。最後，我想問問大家，
你在生活中有沒有因為心軟而吃虧的經歷？你有沒有遇到過明明應該拒絕卻說不出口的時候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故事，讓我們一起學會在善良中長出力量，在溫柔中守住底線。如果這一集對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